尽管中东战火未息，但在2600多年前，先知以西结就清楚地预言了战争的结局、战后的未来，以及以色列未来的君主。在圣经中，以西结是看到治天使、做天使和上帝的人，他还是耶和华选中的御用演员，用表演的方式说的预言。公元前592年，在巴比伦加巴鲁河畔，一个30岁的男人在一块泥砖上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个耶路撒冷城，又化身敌军统帅，部署兵力，架设器械，煞有介事地攻打城池。做完这一切，他向左侧身躺在城边的坚硬土地上，日复一日地躺了390天，之后又转向右侧，又躺了40天。这种极端的行为艺术无疑吸引了许多诧异的目光。他每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定时定点地吃一种用各种豆类和谷物掺和捣碎，并用脏兮兮的牛粪烤熟的大饼。他就着一点水，像是在饥荒逃难的路上那样，不干不净，战战兢兢，愁眉苦脸地吃掉，仿佛每一餐都可能是最后一餐。他就是以西结，正在演出上帝亲授的剧本。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神兼顾，他本来应该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可那个时候却沦为了巴比伦的囚徒。公元前586年是古犹太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年，那是在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返回迦南之后，经过了600-700年，走过了士师时代、列王时代，分裂成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大王国之后，国王们带领着百姓拜假神，作恶多端。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所灭，而仅存的犹大王国也在公元前586年迎来悲剧的一天。4月9日，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陷，大批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以色列人面临被灭绝的危险。而以西结早在11年之前，就在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另一次攻战中，和当时的王族以及一些工匠被掳去了巴比伦。那个曾经被上帝引领逃出埃及，又英勇地夺回迦南的民族，为什么变得如此衰弱？他们的上帝这时候在哪里呢？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被掳后的第5年，也就是公元前592年的4月5日，以西结坐在加巴鲁河边犹太人的聚居地，一想起家乡耶路撒冷就哭了起来。这时候圣经中写道，天就开了，一团巨大的风暴云从北方席卷而来，4个人形从中显现，每一个都有2对翅膀，4张脸分别是人脸、狮子脸、牛脸和鹰脸，他们是炽天使。每张脸的旁边又有一个巨大的轮子，亦步亦趋，他们像宝石一样晶莹剔透，轮中套轮，轮网上布满了眼睛，他们往来奔走，快如闪电，是做天使。最终以西结见到上帝荣耀的显现，他伏伏在地。上帝对以西结讲话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面无羞耻，心里刚硬。上帝的命令是明确的，以西结必须要在以色列人中勇敢地传达神的话。上帝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上帝让以西结的脸和额头坚硬如金刚石，还让他吞下了一卷书，上面写着上帝对以色列人劝谏的话。以西结觉得他在口中甘甜如蜜。之后他被神带到一个犹太人聚集地，或许是感到压力太大，他沉浸在忧郁中静坐了7天。上帝再次对他说话，告诫他，
如果没能传达神的警告，将难辞其咎；但如果他发出警告而人们不听，那么这些人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他若警告了谁，使其避免了罪行，那么他们都将获得拯救。接着，上帝向以西结讲述了一份剧本，每个行为都是有寓意的。例如，侧卧390天，象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再加上40天承担犹大家的罪。吃用牛粪烤熟的粗饼，象征着以色列人成为囚徒的命运。戏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演完，以西结又拿起剃刀，剃掉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并把它们分成3份，一份焚烧，一份用刀砍碎，一份扬入风中，象征以色列人的命运。一部分将遭瘟疫而死，一部分倒在刀下，剩下的则散落到异国他乡。1年后的6月初5日，在以西结书中，日期都被记录得如此精确。这个时候，以西结又看到耶和华的灵现身，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向他展示犹太人此时对上帝的背叛已经到了何等地步。他们在本应该敬拜耶和华的圣殿，干着各种向外邦邪神献祭的行径，行不义的事，丢弃了上帝的典章和律令。然后他看到耶和华的荣光从圣殿中离去。耶和华透过以西结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因为他们的背叛将遭受严厉的惩罚。山川将被摧毁，偶像将被拆除，居民将在偶像前倒下，耶路撒冷将成为废墟，圣殿将变得荒凉，以色列人将被驱散到各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上帝希望以色列人在异国他乡记起耶和华，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明白他才是自己的神。不久，以西结的戏剧再次上演。白天，他在自家墙上挖洞，人们议论纷纷，他这是要干嘛？而以西结只管埋头苦干，直到把墙洞穿。天黑之后，他收拾好包袱，遮住面孔，穿过墙洞，匆忙离去。这一切都预示着犹太人将被破城掳走，在匆忙间成为俘虏。上帝再三让以西结用这样的方式为那些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的人们增强效果，希望他们反思。或许如果他们能真诚地反思，灾难还可以避免。然而这个时候，假先知们也在作祟，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假先知是谁呢？是那些自以为是，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神的话宣讲，混淆视听，与神作对的人。针对这些，耶和华又指示以西结告诉众人，一切都将在他们有生之年成为现实。而这其实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到的。面对先知再三的警告，他们认为不过是危言耸听。但是没过几年，以西结与另一位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就成了残酷的现实。犹大王国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耶路撒冷被攻陷，城墙被摧毁，圣殿和王宫被焚烧，许多人死去。王公贵族、祭司、商贾、工匠被成群结队地押解到巴比伦。这段历史被犹太人自称为受难的时代。这时候的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然而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他只是给以色列人教训。这个时候，以西结又被赋予了传递希望的使命。他开始宣讲以色列人的回归与复兴，其中最戏剧化的当属枯骨复生的意象。在上帝的带领下，以西结来到了一片遍布枯骨的荒地。上帝对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上帝指示以西结告诉他们，若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复活。于是奇迹发生了，有响声，有地震，那些枯骨重新连接，生出了筋肉，长上了皮肤，最终在上帝的气息吹入后复活，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上帝不只有对生命的恢复，还有对未来和平的承诺。上帝许诺，以色列和犹大两国将再次统一，人民将被净化后得到救赎，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迎来一个新的君王大卫的后代，他将是永恒的君王。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建立新的圣殿，并与他们立下永远的平安之约。在绝望中，以西结的预言给了以色列人重生的希望。在患难中，他们终于开始反省。犹太教就是从此萌芽的。救赎从来都是始于人们内心的反省。接着，耶和华通过以西结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来自原北之地马各的王哥格将集结联军，以暴风骤雨之势向以色列席卷而来。在圣经启示录中，哥格与马各也被提及，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也就是说，哥格和马各是被撒旦迷惑的人和国家，但他们却会遭到惨败。在圣经启示录中这样写道，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而在以西结书中，上帝让以西结告诉哥格，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14年，1月10日，耶和华的灵又降在以西结身上，把他带到以色列。以西结发现自己站在高山之巅，眼前是一位拿着尺子的神秘人物，向他事无巨细地展示了一座荣耀的圣殿。那宏伟的建筑尺寸超越了现实，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如同旭日东升，再次充满了这片圣地，寓意人们对神的虔诚回归，以及神将永远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平安之约。公元前539年，波斯第一帝国国王居鲁士二世灭了新巴比伦帝国，犹太人结束了巴比伦之囚的苦难，获准返回耶路撒冷，建造起第二圣殿。但这远不及神秘人为以西结丈量的那一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并没有拥有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并永远遵守律例，从此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而是仍旧不断被外族统治。后来又杀害了耶和华的儿子耶稣。当基督教从迫害中生根发芽的时候，犹太人却开始了他们艰难的赎罪之路。第二圣殿也于公元70年被罗马人焚毁，只剩下西墙。此后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回到这里，常常对着西墙哭上一场。所以当以色列人终于在1948年复国之后，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起新的圣殿，这才是以西结描述的圣殿。这对以色列人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但问题是，在圣殿的原址上，伊斯兰人已经建立起他们的圣殿奥马清真寺，对这块土地的争夺就常常成为以巴冲突的根源。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2023年10月7号早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的袭击，掳走了大量人质，死伤数百平民。
从而引发又一轮的以巴冲突。而随着伊朗的加入以及他们各自背后支持的势力，这场战争非常契合关于预言中哥格和马各的幕后之战。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但上帝的预言从来都是准确的。根据潘巴顿所著的《圣经预言百科全书》记载，圣经中的预言有1817个，它们没有任何误差，都一一的应验了，或者正在应验着。越多的了解犹太人的历史，越觉得犹太人好像活的化石，以他们的历史和教训为今天的人类提供了活生生的参照。他们被耶和华所造，因祖先对耶和华的遵从而被拣选，走向幸福和繁荣，又在对上帝的背叛和堕落中走向衰落与动荡，以致几乎被灭绝。然而上帝可以使他们灭绝，也可以使他们重生。关键是人要懂得神对人是有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道德、上帝的律法这些东西。神并不会让人随着败坏的想法为所欲为，罪恶要用磨难来偿还。在近2000年的流亡之路上，犹太人受尽磨难与迫害，但这次他们在巨大的苦难中保持住了坚贞，始终相信上帝永恒的平安之约，创造了复国的奇迹，这才是他们进化的过程吧。当然，世界上不只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等，但各大教派都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预示着未来的人类会在万王之王弥赛亚的慈悲与威严下组成一个大的家庭。那么这场末日之战最后的胜利者应该会是那些相信神、回归神和遵从传统、道德良知、放下偏见和不同信仰的壁垒，等待弥赛亚并最终被他拣选的人吧。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